重新设计新能源车牌，整治校园霸凌，取消学历歧视，推广休假储蓄，加强门课教育，删除离婚冷静期。不得不说啊，今年两会代表们的提案确实更接地气，更贴近大众生活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枪仔啊。最近不是两会吗？代表们的提案也开始陆续曝光了。于是枪仔我就马上总结了目前公布的提案们，看看有没有你特别支持的。那就不废话，马上开始。第一个，优化新能源的车牌设计。雷军作为人大代表，在本届两会上提交了5份提案，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优化现在的新能源车牌设计。雷军表示，年轻人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对于外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现行的绿牌有点跟不上新能源车的发展。确实，好一辆车挂上绿牌之后，颜值立马就下降了。所以雷英建议重启号牌样式的调研论证，追求当下的审美风格和个性需求，并且拖来号牌的智能化功能，给交通部门减轻压力。枪仔是非常支持这个提案的，因为你看这辆 Ultra 挂牌前是新豪车，挂牌后就是滴滴专车，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怎么样呢？我给5分。下一个。第二个建议，推行春秋假期错峰放假，促进假日消费。人大代表认为，国内假日旅游消费呈现明显的潮汐效应，每当放假必然会导致酒店景区资源供给不足，假期过后又出现供给过剩的现象，所以人大代表建议推行春秋假制度，错峰放假。比如5·1前一周南方地区可放春假，5·1之后的一周北方地区再放春假。同时，企事业单位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让带薪休假和节假日顺畅衔接。我给5分。下一个。第三个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有人大代表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冷静期可能被滥用，为转移财产、围到债务的窗口，加剧弱势方困境。同时，法律未明确保障措施，导致弱势群体权益进一步受损。离婚程序延宕，不仅影响当事人生活，更可能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离婚冷静期。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四个建议，制定未成年人惩戒法。人大代表建议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分级处置措施，犯罪情节轻微的进入专门的学校接受教育，犯罪情节严重但又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进入少管所。请给这个提案投票打分。第5个建议，教育和引导青少年远离网红诱惑。人大代表认为，这几年网红乱象频发，有必要规范网红的行为，同时引导教育青少年远离网红，避免盲目崇拜。因为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但同时也缺乏对新事物的判断力和辨别能力，容易被网络放大的名气利益扭曲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所以需要监管部门、社会各方协同发力，为青少年共筑一片网络星空。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6个建议，尽快遏制35岁职业歧视现象。人大代表认为，目前在就业市场里，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招聘软件可以随意设立年龄范围，一些企事业单位会根据学历设立年龄限制条件，比如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招聘教师的时候会明确要求35岁以内严重背离了积极就业的政策导向。尤其是在延迟退休大背景下，年龄歧视会对就业人的权益造成直接损害。所以人大代表建议主管部门应进行有效干预。1到5分，请给你的评分。第7个建议，拐卖儿童最高死刑。最近2年，余华英案备受关注，也引起了社会对于拐卖儿童的广泛讨论。有人大代表建议，拐骗儿童罪最高判死刑，因为拐骗儿童属于极低成本的犯罪行为，有必要对拐卖儿童罪的条款加以修改，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请给你的评分。第8个提案，建议各地制定彩礼金额上限标准。近年来，天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陋习在农村地区较为突出，导致阴婚致贫、阴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给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人大代表建议各地应制定彩礼金额上限标准，不得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的2倍。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9个建议，重拳整治住房租赁乱象。近年来，住房租赁市场问题频出，特别是提灯定损式、恶意克扣押金等现象，严重损害了租客的合法权益。人大代表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建议，地方政府应设立押金托管制度，押金由第三方机构托管退方时按合同规定退还，减少房东克扣押金的可能性，同时明确押金退还规则和房屋检查标准，让定损有章可循。此外，姚劲波还建议明确稳定租房价格，当年度租金涨幅控制在5%以内，加强对中介、酒店价格的监测和检查。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10个建议，重拳整治校园霸凌问题。由于校园霸凌事件频发，特别是部分恶性案件中，施暴者因年龄问题免于刑事处罚，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人大代表建议调整刑事责任年龄适用范围，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刑责年龄降至12岁，以建立分级追责机制，有效应对校园霸凌问题。5分。下一个。第11个建议，男性陪产假期不低于30天。人大代表建议应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为了减轻年轻夫妇生育的经济压力，应该延长产假及陪护假，建议女性产假不低于6个月，男性陪护假不低于30天，并且可根据各地情况出台更多支持政策。大家就不要打分了，因为博主看起来评论精选。第12个建议，推迟中考分流时间。每个孩子的成长发展各有差异，初中阶段并不能发掘出所有孩子的潜力，因为各种原因而中考失利的孩子并不能完全证明不适合继续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人大代表建议把中考分流时间推迟到高中初期，给孩子们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之后，再根据不同孩子的能力、兴趣、特长进行更科学的分流，给孩子和家长更多的自主选择机会。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
第13个建议，将学历歧视纳入就业歧视范畴，建议取消1、2本划分。人大代表建议，通过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多元用人评价体系等方式来摒弃学历歧视，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体制内国企事业单位应该带头摒弃学历歧视，打破唯名校唯学历的观念。对于屡犯学历歧视的企业纳入征信记录，同时要弱化甚至取消高校行政室分级分层，逐步取消1本、2本划分政策，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更加公平的参与就业竞争。感觉这个还不错，你给多少分？第14个建议，带薪休假纳入企业信用评价，建议推广休假储蓄模式。大家都知道，提振消费是经营的工作重点，因此有人大代表建议修订劳动法，明确双休，保障工时，延长产假，探索推广休假储蓄模式，也就是把假期攒起来。同时，人大代表还建议把带薪休假纳入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里边，违规必罚。如果评分，我直接5分，好吧？第15个建议，从重处罚教师性侵未成年人。人大代表建议，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一些特殊职责人员如监护人、教师等本应保护其安全和健康，却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信任关系实施性侵犯罪，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对于这类案件，应从重处罚甚至顶格处罚，才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增强法律威慑力。我打5分。下一个，第16个建议，增加景区女生卫生间坑位。最近几年，女性卫生间大排长龙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文旅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痛点了。人大代表建议，要解决女厕所排队问题，需要真正关注女性的需求。毕竟，女性使用卫生间除了生理需求外，还有补妆、更衣等实际需求，因此要增加坑位，同时还要增加功能分区。我打5分。下一个，第17个提案，重拳整治犬咬伤人问题。最近几年，犬只伤人事件频发，狗患治理成为公众关注度颇高的社会问题。人大代表建议统一公布全国禁养犬大型犬名录，把更多的危险性犬只纳入全国禁养犬名录。犬类要圈养和拴养，不能进入特定公共场所，要把严犬整治行动常态化，并制定罚款之类的处罚措施。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18个建议，将无痛分娩纳入医保。人大代表建议，为了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成本，可以尝试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辅助生殖以及产前基因检测还有分娩镇痛等纳入医保，降低负担。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19个建议，禁止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现，电动车违规挤占人行道、盲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加上电动车违规骑行的现象越来越多，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建议从源头整治，加强监管。对于这条我非常支持，但是记得加强电驴管理哦，5分。下一个，第20个建议，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门槛。人大代表建议，下调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的费率，减轻负担，建立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调整机制，提供每月调整缴费档次的机会，取消针对灵活就业人员部分险种的社保缴纳限制，统一社保参保的标准和条件。对于这条我特别支持，5分。下一个，第21个建议普及家党学校人大代表认为，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情，不少家庭都面临留守儿童教育缺失的困境。在隔辈亲的情况下，老人普遍宠溺孩子，导致孩子沉迷手机，无心学习，出现心理问题。因此，人大代表建议有必要推行家长学校，让家长也能接受针对性的家长教育，成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让孩子在爱与科学的教育环境中长大。我要给10分。下一个，第22个建议，将电信诈骗作为独立罪名。人大代表建议在刑法里直接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明确这项罪名的构成、特征、量刑标准，以此区别于传统的诈骗罪。若不单独增设，很难准确反映电诈的危害性和技术特征。同时，人大代表还建议加强对电诈的打击力度，除了制裁电诈的直接参与者，也要明确对技术提供方、资金转移方等关键环节的参与者的一些主化标准。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怎么样呢？1到5分，请各位在弹幕里为这项提案打分。第23个建议，加强文科教育。人大代表认为，当前 AI 技术发展过于注重技术层面，忽视了社会责任、文化传承等方面内容，而文理科毕业生收入的差距也强化了文科无用论的偏见。部分高校因文科专业实用性不足而选择裁撤课程。随着 AI 在文科专业的普及和应用，导致文科专业的劣势进一步被放大。人大代表建议，要在各层级教育体系中加强文科建设，构建德才兼备的育人机制。这个很难说。AI 时代对于文科来说杀伤力巨大，你会打几分呢？第24个建议，将教师常见病纳入职业病目录。人大代表建议将静脉曲张、咽炎、颈椎病纳入职业病目录，减轻教师的经济压力，提高福利待遇。一旦纳入职业病目录，教师就可以进行工伤认定，进而获得工伤补偿，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老师辛苦了，我要打10分。能听出来这一期声音是 AI 生成的吗？人在外面开会，没时间回去录音了，大家将就着听一下哈。还好是 AI 录音，要是自己真人录，这不得一口气累死。以上就是枪仔整理的比较值得关注的2回提案，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进行赛博提案哦。我们下期再见，咕咕。